今天我们来到湖南浏阳小河乡田心村，探寻一棵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野生罗汉松。这株自然生长的古树足足有2110年的树龄，胸径1.51米，树高12.2米，是全球树龄最长的野生罗汉松。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，它静静扎根山野，见证朝代更替，人间变迁。一纸官方认证证书定格了它独一无二的地位。100年间无人刻意栽种，仅凭天地雨露自然生长，在深山独自矗立2000余年，这份生命力实在震撼人心。2000多岁古树藏着多少岁月传说？当地村民和古树之间又有哪些动人往事？接下来10几分钟，跟着镜头走进这棵跨越千年的罗汉松，细细品读它留存至今的山野传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兰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岁岁安兰。现在我们要去参观一棵千年罗汉松，它可是有着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认证。那么这棵罗汉松和我们平时见的有什么不同呢？又有什么特点呢？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走进去看看吧。这个地方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游步道千年罗汉松，红18军组建地小河革命历史陈列室，木活字印刷非遗馆，网红叠水坝。这个叠水坝它可是一个网红打卡点，等我们参观完了那棵千年罗汉松，再到那里去体验一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湖南浏阳市，发炮之都，誉满全球。看看我们镜头前方的就是网红打卡点。四周都是高山，山清水秀，空气清新，人文地理啊，美景啊没得说。旁边都是一些古树，你看杨柳，还有对面是一个廊桥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先去看看那棵千年罗汉松，应有世界吉尼斯认证的。现在我们走的就是游客步道，河的两边都是古树参天。夏天走到这里来啊，非常的阴凉。还有人在这里垂钓呢。这个里面应该有很多鱼吧？哎，刚刚这上面的建筑是什么？我们好像有错过嘞，我们看一下。这是什么建筑？我先去看看。这好像是一个庙吧？等一下。啊，应该是一座庙吧？哎，我先上去瞧一瞧啊。啊，对了，被你猜中了，就是一座庙。我就是通过这里的塔看到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去看千年罗汉松，过去是280米。这个地方啊，尤其是夏天，真的适合到这里来小住一段时间。整个这个乡村安静，到处都是民宿，吃住行，修身养性，没得说。看看对面就是餐饮民宿。
上面有好多指示牌，我们看一下。客家原乡，小河乡地处湘赣边界，青山绿水，木活字印刷已有160年的历史，被评为长沙非遗。该馆建筑面积147个平方。待会我们也一起看看这座活字木质印刷术。旁边呢还有安湾桥，始建于清末。这是小河乡的地理位置图，你看，这里还是观星圣地啊！看样子这里真的诗情画意。这上面就有罗汉松科普知识。罗汉松别名土沙，罗汉生科。东汉时期，老百姓在当地蛟龙灶山上挖笋时，看到一棵树形奇特的罗汉松树苗，便挖回来种植于此。历经1000多年来的守护，形成今天的树王。该树有着美好的传说故事，当地叫尧下祖。当地群众以烧窑为生，每次烧窑都不怎么成功。但自从有了人祭拜了罗汉松后，每次烧窑都是中上等品，也因此被称为老百姓心中的神树，备受当地的人的爱护。穿越1000年，依旧枝繁叶茂。该树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观光留影纪念，寓意生命之树常青。好，这棵树树茎粗壮，树叶繁茂，树心径1.49米，树高14米，灌湖400平方米，需7人才能合抱其树干。在2017年被评为湖南省树王。好，我们现在去看一看。应该就不远了，前方大概100米吧。罗汉古井，这个水还算清澈吗？好清澈哟，好清澈的，只是上面有一些漂浮物。对，这是以前村民当地饮水的一个来源场所，上面还有一颗龙头。但是现在没有人在饮用这个水了，直接从山顶上接山泉水，到每家每户用水管。这旁边还有这种石吊，可以坐在上面休息。就是这棵树吧。上面还有一座吊桥，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。30米，1000年罗汉松，人行吊索桥20米。好，去看看那棵1000年罗汉松。这里还重新做了规划。这里以后是不是还要种一些绿植啊？这就是1000年罗汉松啊，在这上面。我们要从这个步道上去。怪不得我们之前快要到地方的时候都没看到那棵树。对的，你看看，它长得比较矮，但是它非常的粗。是。我们先看看周围的环境啊，青山绿水。好了，去看看这棵神奇的罗汉松。
上面还是飞檐翘角啊。哎，这地板上的草长得非常的奇特，有意境啊。正常是可能这个大门进来，车子开到这个位置，但是我们车子停到那个网红打卡点了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开门见山吗？哎，对了，还真是啊。这样看上去，好吧，我们再看看这里的风景线。哇，对面就是大围山了，连绵的青山。好，看看这棵古树吧。中间这上面呢，就是吉尼斯世界认证的证书。浏阳市小河乡田心村村民委员会，世界树龄最长的罗汉松自然生长，树龄约为2110年。这是在2024年认证，认证号是 WRC 240305A。这上面是真英文对这棵树的介绍。这棵千年罗汉松都还结了果子。一般我们之前看到普那种有100多年的罗汉松，它就已经不结果子了。就比如说那种只有几年或者是10几年的才会结果子，说明这个地方啊，山水人文真的是好啊。很好。那好吧，现在既然安南说到了有果子，我们把镜头推进，近距离看看这个果子长得是什么样子。哇，结的果特别多呀，难怪会被称为树王啊，世界上最年长的罗汉松啊。这上面有一块保护牌，是2020年立的。这座公园是始建于2012年，2019年重新改造过，也是中英文对照，这样子呢，国际游客到这里来啊，也能够很轻松的就能够对这棵树啊做更多的了解。旁边还很多人系了丝带做祈福用，保佑家人平安，保佑儿孙满堂，保佑爱情事业双丰收。我们现在围着这棵罗汉松走一圈吧，禁止肉类，所以我们就围着这个护栏近距离看看这棵罗汉松。待会儿啊，用无人机我们来看看这棵罗汉松。它这个都是立了柱子的，不立柱子，它这个枝就会垮下去，会断掉。对啊，因为重量啊，在一个中间树干啊，很多会有虫啊，或者是其他的某些原因啊，自然生长原因啊，对这个树干可能会或多或少有点损伤，所以周围全部是用水泥柱子做了支撑的。这棵罗汉松真的的确与众不同。旁边呢就是活字印刷术，左手边这里呢就是公共厕所，这里还建了一个凉亭，整体规划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但是现在我们来的会比较晚，这里已经关门了。说错了，这里是红18军革命历史陈列室，我以为是印刷术。印刷术是不是在左手边？我们再去看一看。
这是一座网红打卡桥。是的，就在这里。浏阳小河墓活字印刷展示馆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好凉快啊！到这个河边，温度最少比城市里面要低个5度。这里进不去。这就是整个公园的一个规划。上面也是民宿，看，主错路都是民宿，因为这里是一个景点来了。关于这棵千年罗汉松，还有一个寓言故事。相传朱元璋之女率5匹骏马来到此处，突然5匹骏马停步，并且屈膝跪拜。朱元璋闻讯之后，亲自来到这里，惊叹此地为五马归巢、七星伴月、犀牛拔水口、必出天才的风水宝地，并下令改河道、凿古井，以护古树龙脉，将才应验。此后，小河乡果然涌现罗明、罗云等军事将才，乡民视作为古松灵验的印证。好了，现在我就来到了网红打卡点榆林坝，在这里是不是感觉到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呢？气势恢宏啊！关于这棵千年罗汉松，它从西汉到至今历经了大约有2110年的风雨，它不仅是当地的一个精神图腾，而且还可以转生态为经济动力，那么一定就要来参观这棵古松树啊！那么好了，我就要在这里好好的游玩一下啦。我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